结婚当天，婆婆突然把之前说好的8万8彩礼降到了8千8，还把我提前半年订好的梦幻舞台换成了农村大舞台。我当场让婚车掉头回家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我们知意今天可真漂亮。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在国外出差，来不及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？傻丫头，你是我们宋家唯一的掌上明珠，你结婚，我就算是去了外太空也要赶回来参加的。知意啊，你妈妈走得早，要是她能亲眼看着你结婚，该有多好啊！大舅，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哭哭啼啼的，一点也不像个男子汉。好了好了，一会儿周家的车队就该来了，你们快下去接接，别让人家周家说咱们没礼数。他敢！周浩坤不过是个农村出身的穷小子，他妈就是个餐厅里打杂的，这样的家庭连我们宋家的1/10都比不上。要不是我们知意喜欢这门婚事，我是100个不同意的。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，姐夫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马上要出嫁了，你让人家父女俩说点提嘴话怎么了？知意啊，虽说周浩坤家条件不太好，为了让你俩能早点把婚事办了，这婚车和婚房暂时就先由咱们家出钱置办了。但周家就他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妹也马上要嫁人了，按理说手里应该有点钱的，怎么就连酒席钱都要咱家出呢？爸，你也知道，浩坤这些年一门心思的考编，一直没工作，手里本就没什么积蓄，平时连日常开销都得靠我接济，他能凑出彩礼钱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哪还有多余的钱来办酒席呢？只要你往后能过得安稳幸福，爸就不多说什么了。你放心，那8万8的彩礼，爸1分都不会留，全都给你。爸可不是那种拿钱卖女儿的人。爸，你真好。妈，你把宋之一订好的5星级大酒店宴会厅时间延后，留到我结婚使用，却给他换成这农村大舞台，他能同意吗？他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他马上就是我们周家的人了，自然得听我的。再说，那大酒店办一场要上万块，让亲家把这钱省下来，多补贴点彩礼给咱家，不是更好？说得对，他马上都是我大嫂了，帮我这个小姑子分担点，本来就是他应该的。哼，听说城里小姑娘毛病多，我得提前准备好东西，等会儿给她一个下马威，让她早早认清以后这个家到底是谁说了算。姐夫，这都快10点了，吉时马上就要过了，南方的迎亲车队怎么还没来？他们周家该不会是故意耍我们，想临时悔婚吧？怎么会呢？估计是路上因为什么耽搁了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怎么回事？浩坤怎么不接电话？南方的车队来了。知意，吉时马上就要过了，接亲环节就省了吧，你直接上婚车，别耽误了仪式。儿子，听妈的话，不到10点千万别下车，要不然显得咱们家上赶着娶她一样，知道吗？周浩坤，吉时都快过了，你还坐在车上干什么？赶紧下车接新娘子。大舅，我妈说了，不到10点下车不吉利，再等等，马上就到时辰了。什么吉利不吉利的？全家老小都在这等着，你躲在车里算怎么回事？这是娶媳妇还是摆谱的？你小子给我下来！娶我外甥女儿还摆这么大的架子，谁给你的脸？大舅，您别动手啊！我妈特意交代过，吉时没到就下车不吉利。我这也是怕影响我和知意以后的日子，不想我们将来过得不顺心。你少给这给我扯淡！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全家老小都等着你，你偏偏卡着最后1秒到，半点诚意都没有。我看你这心里根本就没把娶知意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不是说好了婚车要凑齐10辆，图个十全十美的吉利彩头吗？怎么才来了4辆？这多不吉利啊！小姨，我妈说了，4辆车也坐得下，没必要租那么多，平白浪费钱。你妈说，到底是你结婚还是你妈结婚啊？好了，大喜的日子就别吵了，让人看了笑话。赶紧让知意上车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行了，赶紧接新娘子上车吧，我们还不知道酒店位置，等会儿就跟在婚车后面走。浩坤，司机是不是开错路了？这根本不是去婚宴酒店的路啊！没开错，是这样的，我妈临时交代的，说婚礼流程改了，让我们先回一趟周家老宅，跟家里赶来的各路亲戚打个招呼，认个亲。
礼数做到位了，我们再去酒店办正式婚礼。婚前我们反复敲定好流程，全程都是在酒店待客，从来没有先回老宅认亲这一项。怎么突然临时改规矩？就是家里老人的一点讲究，图个圆满吉利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简单打个招呼，耽误不了多久。好吧。我的天，这周家条件也太差了吧！大喜的日子，家里连个像样的布置都没有，处处透着敷衍，这哪里是办喜事儿，分明就是没用心，根本没把知意当回事儿。小姨，别生气，浩钱刚刚说了，我们只是先来跟亲戚打个招呼，认个亲，马上就去酒店办正式婚礼，反正只是临时停留，这边精心收拾了也是浪费。等等，亲家母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喜的日子，你端的这是什么？我们周家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新媳妇进门必须泼黑狗血，去身上的晦气，往后才能安安分分伺候公婆，相夫教子。阿姨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清清白白嫁入周家，身上哪来的晦气？你们城里的小姑娘一个个花枝招展的，谁知道以前干过什么？这狗血是我大清早去隔壁碧村求来的，灵验的很。什么狗屁规矩？知意今天穿的可是我们特意花了好几万定制的婚纱，就是为了让她漂漂亮亮的出嫁。你拿这东西泼她，分明是故意找茬！我活了50多年，从没听说哪家娶媳妇用狗血。你这是娶亲还是驱邪？把我们宋家当什么了？美兰啊，知意可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，在大律所上班，月入好几万呢。人又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嫁给浩斌，真是你家的福气。浩坤他二婶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名校毕业又咋了？工资高又能怎么样？不还是跟你家周一那小子一样，都30多了还没定下来。哼，谁知道那方面有没有问题？现在除了我们浩坤不嫌弃，还有谁会要他？我给他立规矩，是抬举他。你说谁那方面有问题？你敢再说一遍？王美兰，我们家知意优秀懂事，追她的人能从街头排到街尾，又不是嫁不出去非要塞在你们家的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妈，你有话好好说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怕什么？我教训自己家的儿媳妇，关别人什么事儿？今天这狗血，他淋也得淋，不淋也得淋。阿姨，我敬你是长辈，所以处处让着你，但我今天是以周浩坤妻子的身份进这个门的。我的新衣服，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妈，他疯了，还没进门就敢对您动手，这种女人怎么能娶进咱们家？知意，你看你给我妈泼的，快给我妈道歉！你妈要拿狗血泼我，我不过是正当防卫，凭什么给她道歉？我宋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但直言是我捧在手心里养大的。你们周家要是这个态度，这婚不结也罢。爸，我妈她就是老糊涂了，讲究多，您别生气。咱们还是赶紧去婚礼现场举行仪式吧，误了吉时就不好了。知意，你的手机响了。酒店经理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难道是婚礼现场出什么事了？宋小姐，您可算接电话了。今天早上您婆婆过来跟我们说，要把婚礼改到下个月举行，可我们酒店这边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，不能延到下个月啊。你说什么？阿姨，是你跟酒店经理说要把婚礼时间推后的。大酒店多贵呀，一场婚礼办下来好几万，这不是浪费钱吗？我给你另找了个地方办婚礼，可比那好多了。这就是你准备的地方？这舞台，这布置，连我家楼下超市开业都不如。这农村大舞台多好，地方宽敞，空气新鲜，邻里乡亲都能来凑热闹，多有面子。周浩坤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，只是来跟亲戚打个招呼。我看你就是跟你妈串通好了，故意骗我过来的。知意，我妈她也是为咱们省钱。再说了，婚礼在哪儿办不是办，没必要那么铺张浪费。当初你妈过生日，你非让我订个好酒店，说要让她在亲戚面前有面子。你妹订婚也是我托关系找的豪华宴会厅，办得风风光光，怎么到了我自己的婚礼就成了铺张浪费？周浩坤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双标呢？我不是。行了行了，大喜的日子吵什么吵？我们周家可半点没亏待你，这是给你的彩礼8800，图个吉利，你点点，1分不少。之前明明说好的是8万8，怎么变8800了？哎呦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浩坤报名花了2000，笔试培训班花了5000，面试又花了3000，都从彩礼里扣了。宋之夜，我劝你见好就收吧。实话告诉你，浩坤面试已经通过了，马上就要端上铁饭碗了，到时候有的是小姑娘往上贴，给你8800已经是抬举你了。怎么可能？浩坤这才考了2次就考上了。他二婶儿，
听说你家周易考了好几年都没考上，最后只能灰溜溜的去个小公司当文员。我们家浩坤可跟你家周易不一样，你家周易啊，天生就是给人打工的命。妈，你别说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妈，不是跟你说了，公示期还没过，让你别乱说吗？怕什么？荒唐，简直荒唐！彩礼还能临时打折？你当是菜市场买菜吗？叔叔，您别生气啊，我哥马上就要是体制内的人了，嫂子嫁给我哥，以后可是能过好日子呢。这点彩礼算什么呀？你们周家全家加起来还没有我姐夫一套房子值钱。知意的陪嫁是一套价值150万的婚房和30万的车，你们出什么了？就这4辆租来的破婚车和一个农村大舞台，我们家知意跟着你们能过上好日子才怪呢。哎呀，亲家小姨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那婚房将来不还是浩谷他们小两口住，谁买不都一样吗？周浩川，事到如今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知意，我妈也是为了咱们好。你想啊，我考上了编以后工资稳定，咱俩的日子肯定越过越好。这点彩礼，你就别计较了，行吗？下个月正好是周倩结婚的日子吧？您该不会是把我订好的5星级宴会厅挪给周倩用？是又怎么样？最近结婚的人多，倩倩的宴会厅一直没订到。您当大嫂的让着小姑子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您自己女儿结婚就知道去大酒店里风风光光的办，我结婚就用这破舞台敷衍了事。更何况那酒店是我自己掏钱订的，可没花你们周家1分钱。你订的又怎样？你嫁到我们家，你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。我妈说了，好东西要先紧着自家人用。简直不要脸！抢嫂子的婚宴场地，这种缺德事你们也做得出来？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你们这种人家。婚姻大事讲究的是真心诚意、礼尚往来。你们倒好，先是克扣彩礼，再是霸占婚宴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行了，说到底不就是嫌彩礼少吗？我把话撂这儿，想让我补足彩礼可以，但你得把那套婚房钥匙交出来，再在房本上加上浩坤的名字。你说什么？那婚房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，加上浩坤的名字，这要求过分吗？再说了，浩坤马上就是体制内的人了，名下有房，领导看着体面，以后提拔也快。说到底，还不是为你们小两口好。那套婚房是我爸全款买的，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跟你们家没有一点关系。再说了，您张口就要我在房产证加周浩坤的名字，我倒想问问，这房子他出过1分钱吗？知意，咱们都要成一家人了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你是不是嫌弃我没钱，看不上我？这3年房租是我付的，生活费是我出的，我从来没嫌过你穷。我嫌弃的是你心安理得的把我当提款机，是你忘恩负义，那是你自愿的，没人逼你。行，婚房不加名也就算了，那你把浩科现在开的那辆车过户给他。男人在外办事儿，没辆车怎么行？麻烦您搞清楚，那辆车是我的，只不过是暂时借给他开而已。难不成我嫁到你们家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就都要拱手奉上？当然，你嫁进周家就是周家的人，你的东西自然就是周家的东西，天经地义。你们周家穷疯了吧？想靠着结婚发财呢？现在是21世纪，不是封建社会。我的房子、车子是我自己挣的，你想要让周浩腾自己挣去。你这个泼妇，还没进门就敢顶撞婆婆。浩村，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。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宋之意，你要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，加个名字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周浩坤，你还记得去年冬天你发高烧，是谁凌晨3点送着你去医院？是谁守了你3天3夜没合眼？去年你考试失利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3天不吃不喝，是谁每天给你送饭、陪你聊天、帮你重新振作？是你。3个月前你跟我说了什么？你说等结了婚绝不让我受半点委屈，可现在呢？我还没嫁进你家，你就由着你家里人这么欺负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之意，哥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在打感情牌，女人都是这个套路，就是想让你心软。哥，你想想，你马上就要端上铁饭碗了，将来有五险一金，还有退休金，外面多少小姑娘挤破头想嫁给你。他宋之意除了家里有点钱，还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？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配不上你哥了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能嫁给我哥是你的福气，你该好好珍惜才是，别总揪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。你要是真心爱我哥，就不会在这些事上让他左右为难。你这个畜生！我女儿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就这样对她？我打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之意，咱们走，这婚不结了，咱回家。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今天来了这么多亲戚街坊，十里八乡都知道我们周家娶媳妇儿，你现在走，我们周家这脸往哪搁？
再说了，你一个姑娘家，大喜的日子闹退婚，名声全毁了，往后谁还敢娶你？谁会要你这种离过婚的女人？我的女儿清清白白，品行端正，谁敢背后乱嚼舌根，我宋建国第一个不饶他。不结就不结，谁稀罕？你真当我儿子离了你就娶不到媳妇儿？我儿子前途无量，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年轻漂亮的好姑娘排着队想嫁给他。就你宋之义这副泼辣骄纵、不知好歹的性子，幸亏今天没踏进我们周家大门。真要是嫁过来，我们周家早晚被你搅得鸡犬不宁，那才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阿姨，我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让我看清了你们一家人的真面目，也谢谢你拦着我，没让我跳进这个火坑。亏我今天没踏进你们周家的门，不然我这辈子都要被困在你家受尽委屈，到时候才是真的追悔莫及。周浩坤，从今天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从此我宋之言跟你们周家再没半点关系。不要！爸，咱们回家，这婚我不结了。之意，你别闹了，有什么事儿我们好好商量，别真的闹到退婚这一步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妈，你别再说了。凭什么不让我说？他害得我们周家损失这么多，必须赔钱。那我倒要问问，我害你们损失什么了？这舞台、这灯笼，还有被你划烂的海报，都是我花钱置办的，足足花了3000块。还有这些专门为你们结婚从10里8乡赶来的亲戚，他们的车马费、误工费你都要赔给我。你不赔钱，就休想踏出这个院子半步。王美兰，你可真是颠倒黑白的一把好手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从头到尾都是你们周家毁约在先，先是克扣彩礼，再是用这种破铁皮台子来敷衍我的婚礼。明明是你们先算计我，现在反倒倒打一耙想讹我，那还不是你事儿多，嫌弃这儿嫌弃那儿的。再说了，是你自己说不结婚的，我这钱才白花了，你必须得赔我。好，既然你要算账，那咱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好好算算。我跟周浩坤恋爱这3年，他一直没有工作，房租全是我承担的，1年3万6，3年下来就是10万8，还有他日常的生活费也是我包的，每个月5000，3年又是18万。他报的那些培训班，还有我平时送给他的礼物，加起来几10万都有。还有你王美兰身上戴的金项链、穿的新衣服，周倩买的名牌包、化妆品，从头到脚哪一件不是我宋之义掏钱买的？我把你们一家子当亲人，你们呢？把我当冤大头。之意说的半点不假，这3年他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你们周家，可你们如今却这样对他，良心过得去吗？周浩坤，你个没骨头的贱东西，花着我外甥女的钱，还任由你妈你妹欺负她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大舅，我妈说的也没错，那些东西又不是我让之意买的，是她自己非要买的。周浩坤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？早知道如此，那些东西我就算是为了路边的野狗也不该给你。浩坤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3年来，你全靠之意养着，你们一家子就像寄生虫一样，死死吸着宋家的血，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呢？就是啊，这周家也太不地道了。拿着女方的钱还这么欺负人家，可不是吗？之意这么好的姑娘，家底好，人又能干，哪点配不上周浩坤？这一家子真是不知好歹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那些钱都是他自愿花的，我儿子又没逼他。再说了，你家就你一个女儿，那些钱留着也没用。既然你要跟浩坤结婚，那就是咱们一家人，给我们花点钱怎么了？就是，我哥马上就要端上铁饭碗了，前途无量。你宋之义能给我哥花钱，那是你的福气。换做别人，想花还没这个机会呢。你们一家3口的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，厚得刀枪不入。我今天算是彻底开眼了。谁跟你们是一家人？我不要你儿子了，你懂吗？那些钱你必须1分不少的还给我。还有，我之前订的那家5星级酒店，定金5万，因为你们擅自改期，导致我不仅5万定金1分都退不了，酒店还要求我赔付10万的参损和违约金。这笔钱是你们周家造成的，自然也该由你们来掏。凭什么赔？那酒店厅我本来就打算留给倩倩下个月结婚用的，那些东西又没浪费，让酒店先存着，下个月倩倩结婚接着用不就行了？你可真会打如意算盘。酒店的婚宴食材、装饰布置、人员档期都是提前半个月就敲定的，根本不可能推迟到下个月。再说了，就算能推迟，那些东西我就算是白送给别人，也绝不会留给你们这一家子贪得无厌的白眼狼。不行，绝对不能退！我早就跟婆家那边说了，婚礼要在那里办，你不让我用，我怎么跟婆家交代？我的婚事要是黄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就凭你，也配用我的东西？你急着办婚礼，这不现成的场地吗？你妈特意搭的戏台，精致又热闹，你就在这儿结呗。你宋之义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绝不会在这破地方结婚。你也知道这是破地方，那你们还敢找来给我用？宋之义，
你差不多得了。倩倩的婚事要是被你搅黄了，我跟你拼命！随你们的便，周浩坤，我没耐心陪你们在这儿闹。刚刚我说的那些，我会尽快整理出具体的材料给你，你最好尽快把欠我的钱还清，否则咱们就法庭上见。知意，我知道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是咱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何必因为这么一点小钱就跟我撕破脸呢？别碰我，我嫌恶心。知意，我跟你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今天这么多亲戚都在，你就给我留些面子，咱们先把婚结了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周浩坤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们之间结束了。知意，你别再纠缠我女儿了，还是赶紧想想怎么还我们的钱吧。要是想耍无赖，我们宋家奉陪到底。走就走，真当我们周家求着他嫁？我看他就是不识抬举。我们浩坤马上就要上岸端铁饭碗了，要学历有学历，要模样有模样。到时候城里头漂漂亮亮的小姑娘能从村头排到村尾，还愁娶不上媳妇儿。妈，那我的婚礼怎么办啊？宴会厅没了，我怎么跟婆家那边交代啊？慌什么？妈给你想办法，肯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，丢不了你的人。美兰啊，你可真是猪油蒙了心，就为了克扣那点彩礼，把这么好的媳妇儿活活气跑了。你知不知道宋家是什么条件？人家城里有房有车，工作体面，收入高，那是你们周家踩着高跷都够不着的好人家。那又怎么样？他宋之一再优秀，不还是跟你们家周易一样，就是个打工的命，累死累活挣那点死工资，一辈子都没出头之日。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我家周易踏实肯干，老实本分，哪像你家浩坤3年不工作，全靠女方养着，吃软饭还吃得理直气壮，就是个没骨气、没担当的窝囊废。你敢骂我儿子？我看你是嫉妒我家浩坤有福气。我嫉妒你，我是替你丢人，丢尽我们周家的脸。别吵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妈，别吵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咱们先回家，有话回去说。你个没本事的，就知道拉我走，人家都骑到咱们头上作威作福了，你连句硬气话都不敢说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懦弱儿子？凭什么他运气这么好，整日游手好闲，就能有姑娘心甘情愿为他花钱铺路？我拼命努力，却只能活得这么憋屈。房租3年10万8，生活费18万，培训费2万6，礼物和首饰4万3，酒店定金和违约金15万，合计54万7千。知意，你今天也累一天了，先好好休息吧，这些东西明天再算。爸，他周浩坤吃我的用我的，还把我当傻子耍，这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。我必须尽快整理好资料交上去，好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我都帮你整理好了。这是你们租房的合同复印件，这是银行转账记录，还有买礼物的购物小票，这些证据递上去，一告一个准儿。我看他周家还怎么嚣张。谢谢爸，有你真好，都怪我识人不清，害得你今天跟我一起丢脸了。傻孩子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要怪也怪不到你头上。你和周浩坤谈恋爱那会儿，他事事顺着你，什么都听你的，连我都以为他是真心疼你，谁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没主见的妈宝男，害得你栽了这么大的跟头。爸，你放心，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他好好算算的。真是晦气，好好的婚事被搅黄了，那宋之义就是个扫把星，进门就克我们周家。妈，我婆家那边又打电话问宴会厅的事儿了，再没个准信儿，我的婚事也要黄了。慌什么？妈一会儿就亲自给你婆家打电话，让他们想办法协调场地，他们家肯定有门路。这样不太好吧？当初是咱家先应承下场地的事儿，你还为此多要了人家10万彩礼，现在婚期都快到了，您却把这烂摊子甩给他们，他们能同意吗？这有什么要紧的？反正彩礼他们已经给倩倩了，难不成他们还敢退婚？坤哥，婶子还没睡呢。你来干什么？今天的笑话还没看够。婶子看您说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怎么会看你们的笑话呢？我是特意来给坤哥道贺的。婚事都黄了，还有什么好贺的？坤哥，你马上就要上岸端铁饭碗了，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。别说退1次婚，就算退10次，城里有的是好姑娘排队抢着嫁你。婶子，我今天来，一是替我妈给您赔个不是，她今天说话直得罪了您；二是好久没见坤哥了，想请他喝顿酒，我们兄弟俩叙叙旧。还是你小子会说话，不像你妈，嘴跟刀子似的，尽会戳人心窝子。儿子，去，周一都主动低头了，你就去好好喝2杯。以前他们家总看不起咱们，现在你上岸了，正好去他面前风光风光，出这口恶气。正好我心里烦的不行，走吧走吧。太好了，坤哥，我已经在夜市大排档定好位置了，那里热闹，
咱们兄弟俩今晚好好喝个痛快。坤哥，我订的那大排档有点远，要不开着你的车过去吧？咱们一会儿喝了酒，怎么把车开回来啊？放那儿万一刮了蹭了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咱们还是打车去吧，方便。哥，你不常回来可能不清楚，咱们这打车可难了。等打到车过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要是不放心把车停在那儿，咱们找个代驾不就行了？行吧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拿车钥匙。坤哥，这杯我敬你，你可太厉害了，考编一次就上岸，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。哪里，其实我就是运气好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运气好？怎么说？我偷偷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往外传。哎，坤哥，这你就放心吧，咱们可是亲兄弟，我怎么可能把你的事儿对外说呢？那不是害你吗？其实吧，考试那天坐我旁边那小子我认识，学习特别好。我趁监考老师收卷的空隙，偷偷瞄了几眼他的答题卡，改了几道选择题。怎么着？我回去一对答案，发现还真把那几道题改对了。我们单位当时只招3个人，就靠这几分，我比第4名刚好高了1分，最后成功被录取了。坤哥，你这胆识和脑子真是绝了！这叫什么？这叫老天爷都在帮你。你放心，这种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我绝对守口如瓶。我信得过你。来，再干一杯。坤哥，你喝多了，我叫个代驾给你送回去吧。对，叫代驾。知意说了，酒后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师傅，麻烦给我哥安全送到家，他喝的有点多，您多招呼着点。我办事儿，您就放心吧。你干什么去？哥，你没醉？谁醉了？我没醉，我千杯不醉，好不好？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不跟你一起回去了。你放心，我跟师傅交代好了，保准给你安全送到家。跟上前面那辆白色轿车，保持距离，千万别被发现。哎呦，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必须马上去方便。前面再有几百米就是您家了，您看能不能自己把车停进去？这都快到家门口了，你就不能再坚持坚持？哎呦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真怕一会儿弄脏您的车，那就麻烦了。行，你赶紧下去吧，我自己来。谢谢哥，那我先走了，麻烦给个5星好评。都快到家门口了，开这么点路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周浩坤，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喂，我要举报有人酒后驾车。这都几点了，浩坤怎么还不回来？打个电话也不接，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妈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我哥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儿？说的也是。浩坤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妈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，别吓妈。刚刚快到家门口，代驾突然说肚子疼先走了，我想着也就几百米的路，就自己开了回来。谁知道刚开没一会儿，就看见前面有人查酒驾，我就趁他们没注意下车跑回来了。什么？哥，你怎么能酒驾呢？要是被抓到了，你的工作就彻底黄了。那我在国家还怎么抬得起头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天杀的！我们周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眼看着就要端上铁饭碗了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啊？老天爷，你不开眼啊！妈，你先别哭，现在他们还没追过来，也许他们根本没看见我呢。对，说不定没事。老天爷保佑，一定要没事啊！开门！知意，你起这么早？昨晚不是整理材料到很晚吗？也不多睡会儿。爸，我都习惯了，律师这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再说了，今天我要去递交起诉材料，这次我一定要让周浩坤把吃进去的钱全吐出来。知意，爸想了想，咱家也不缺这点钱，你难不想跟周家再有瓜葛就算了吧。爸怕你跟他们纠缠，心里难受，而且那家人太没底线了，爸怕你受伤害。周浩坤吃我的，用我的，住着我的房，开着我的车，还把我当傻子耍。我要是不追究，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恶心。再说了，
那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，凭什么白白给他？就算是给路边的流浪狗，他还会冲我摇尾巴呢。可他周浩坤呢？转头就跟他妈一起算计我。你说的对，周家那帮人确实太过分了，不给点教训，他们是不会长记性的。那你今天去交材料，需要爸陪你吗？不用了，爸，正好林晓今天出差回来，我已经跟他约好了，他陪我一起去，顺便吃个饭。您就在家好好休息，等我好消息就行。好，那爸就不跟着去了，让你们小姐妹好好聚聚。喂，小小，你别急，我正准备出门呢。之言，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周浩坤昨晚醉驾被抓了。什么？千真万确，听说血液酒精含量120，已经达到醉驾标准了，现在人被拘录在看守所呢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周浩坤昨晚醉驾被抓了，血检120，已经达到立案标准，现在人被关在看守所里。这孩子真是自作自受。之意，他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吧？你可别把自己牵扯进去。不会的，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。不过周浩坤向来最是谨慎，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期，他怎么可能会酒驾？依我看，分明是有人故意给他设了套，引他往坑里掉呢。那是他自找的，难不成人家还能逼着他开车？这种没责任心的人，就算真端上了铁饭碗，也只会是个祸害。之意，你不会是心软了，不打算起诉周浩坑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都纵容家里人那么羞辱我了，我又不是圣母，凭什么放过他？那你刚刚是在想什么？我刚刚才想起来，我的车还在他手里呢，得在起诉材料里再加一条，把我的车要回来。你呀你呀，浩坤，我的儿啊，你在这里遭罪了，看你都瘦了一圈儿。你放心，妈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。没用的，妈，判决已经下来了，念在我是初犯，罚了1万块，还要拘留1个星期以示警告。而且我刚收到消息，招录单位已经正式通知我了，取消了我的录用资格。什么？取消了？怎么能取消呢？那可是铁饭碗呀，是咱们家光宗耀祖的希望啊！都没了，一切都没了。而且就算我出去了，也已经上了人事考试的黑名单，终生禁考，我这辈子都别想再进体制了。天杀的！啊！我们周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手的铁饭碗就这么没了，好亏啊！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家属请控制情绪，不要影响其他人。妈，我觉得这事不对劲。我昨晚明明叫了代驾，是那代驾中途说肚子疼跑了，我才自己开了不到100米，结果就被抓了，这也太巧了。你是说有人故意害你？那个代驾是周毅帮我叫的。周毅？他可是你堂弟呀，他怎么会害你？因为我上岸了，马上要有铁饭碗了，而他考了好几年都没考上，只能在小公司当文员。他嫉妒我，所以故意下套害我。周毅那孩子老实巴交的，小时候还总跟在屁股后面玩，他怎么会？他老实个屁！他替我叫的代驾，为什么偏偏在快到家的位置说肚子疼跑了？为什么我刚上车没开几步就遇到查酒驾的？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那咱们就找人去查他，查那个代驾，这样是不是就能还你清白了？没用的，咱们没有证据。周毅完全可以说自己不知情，就算查到他，我酒驾也是板上钉钉的事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那你这辈子可就毁在他手里了。妈去找宋之毅，他是律师，他一定有办法救你的。宋之毅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！我家浩克被人害进看守所了，你倒好，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。大家快来看啊，这就是那个有名的律师宋之一，跟我哥谈了3年恋爱，一听说我哥出了事，当场就翻脸不认人，非要跟我们家退婚。现在的人真现实，男朋友一出事儿就撇得干干净净。就是啊，这种女的要是娶回家，指不定哪天就给自家男人戴绿帽子了。阿姨，您不能在门口闹事，影响我们办公。我儿子都快被毁掉了，我还不能来讨个说法？宋之毅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律师，有本事的很，只要你肯帮忙，浩坤就能出来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和周浩坤早在婚礼当天就一刀两断，他酒驾被查丢了工作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跟你没关系？当初要不是你逼他退婚，他能心情不好去喝酒吗？你就是罪魁祸首，必须负责！倩倩说的对，之毅你就救救浩坤吧，他是被人陷害的，只要你肯帮他，
彩礼我们加倍补，婚礼重新办，你说什么我们都答应。浩坤当年对你那么好，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！是你们周家在结婚当天克扣彩礼，拿黑狗血羞辱我在先，怎么成了我忘恩负义了？而且周浩坤醉驾是铁打的事实，被取消录用也是依规处理，谁都帮不了他。原来是男方家先搞事儿啊！结婚当天克扣彩礼也太不仁义了，这让人家女方的面子往哪儿搁啊？大家别信他，他是律师，最会颠倒黑白了。我们家就是普通老百姓，哪儿斗得过他这种伶牙俐齿的？你们再在这里扰乱公共秩序，恶意诽谤我就又多了几条起诉的理由。到时候你们家可就彻底完了。宋之怡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家浩克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的。那群白眼狼，当初你哥要端铁办的时候，一个个挤破头来巴结，又是送礼又是说好话。现在你哥一出事儿，躲得比兔子还快，一个帮忙的都没有。就是一群势利眼。怎么说大家都是亲戚，他们不仅不伸手帮一把，还在背后看我们家笑话，真不是东西。你们是没看见婚礼那天王美兰那副耀武扬威的样子，张口闭口就是儿子要进体制，看不起这个嫌弃那个的。现在好了吧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活该！真是自作自受。要不是他们家先算计宋家，又是克扣彩礼，又是拿狗血羞辱人，好好的婚事能黄吗？浩坤那孩子以前多实在啊，现在就是飘了，以为考上个编制就了不起了，连酒驾这种事儿都敢做，丢了工作也是活该。我看啊，就是他们周家太贪心，把人家好姑娘给逼走了，这就是遭报应了。你们这群长舌妇，躲在背后瞎嘀咕什么？哎呦喂，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？你儿子酒驾被抓，工作黄了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还不让人说了？你闭嘴！要不是你儿子做局陷害浩坤，他能落到这步田地？你们一家子黑心肝的，见不得别人家好。大家听听，我家周易老实巴交的，怎么可能害他儿子？你儿子自己嘴馋去喝酒，自己手贱去开车，关我们周易什么事儿？那个代驾是周易找的，偏偏在中途跑了，偏偏浩通刚开几步就遇上查车的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分明就是那个小畜生设的套。你说是周易设的套，证据呢？拿不出证据就是污蔑。我看你是儿子进去了，急疯了，逮谁要谁。你少跟我装无辜，这些年你就一直在背后说我儿子靠女人养，现在你们还落井下石，咱们可是一家子亲戚啊！你就这么对我们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我说错了吗？你儿子不是吃软饭是什么？3年不工作，全靠人家宋之玉养着。现在好了，软饭吃不成，铁饭碗也砸了，这就是报应。就是啊，婶子，人家知意条件那么好，肯跟着你家浩春，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你们家还不知足，换谁都得跑。你们这群不要脸的东西，我让你们胡说八道，看我不撕烂你们的嘴！婶子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的，让乡亲们看了笑话。周易，你还有脸站在我面前？枉我家浩童把你当成亲弟弟疼，你竟然在背后捅他刀子！你这个黑心肝的畜生！婶子，您这话可就冤枉我了。坤哥出了事儿，我比谁都难受，这怎么能平白赖到我头上呢？你还敢装无辜？要不是你故意找的代驾半路跑了，浩堂能自己开车？要不是你提前跟查酒驾的通了风，他们会刚好堵在那个路口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就是，我哥明明叫了代驾，偏偏快到家就出幺蛾子，肯定是你搞的鬼。你就是嫉妒我哥要端铁饭碗，故意害他。美兰，你说话太不讲理了。我家周易好心好意帮浩文叫代驾，现在倒成了罪过。你儿子自己酒驾被抓，丢了工作，反倒怪别人，心肠也太毒了。你少帮腔，你们母子俩一唱一和，真当我看不出来？周易就是嫉妒浩康考上编制，嫉妒他能娶城里媳妇儿，早就怀恨在心。你们一家子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婶子，代驾是我帮忙叫的，可他半路肚子疼要去方便，我能拦着吗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按着坤哥的手让他开车，是他自己抱有侥幸心理，觉得就几百米的路不会出事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怪得了谁？周易，我哥就是太信任你了，才会被你骗。你这种背后害人的东西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看先遭报应的是你们，也不看看这些年你们家是怎么踩我们娘俩的。张口闭口说周易没本事，考不上编，只能打小工，背地里还笑我们家穷。婶子，去年过年家族聚餐，你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把我递过去的烟扔在地上，说我这种打工仔的东西脏了你家浩坤的手，你忘了？我那是随口一说，谁让你自己没出息？随口一说，你天天在村里嚼舌根，
说我们家周易一辈子没出息，说我这个当妈的没教好孩子，把我们踩得一文不值。现在你儿子栽了，这就是报应。我妈那是实话实说，我哥本来就比你儿子厉害，要不是周易使坏，我哥现在已经端上铁饭碗了。你哥现在不也端着铁饭碗吗？他还得谢谢我呢，是我让他提前吃上公家饭了。都是一家人，本该互相帮衬，哪能天天踩低别人，抬高自己？现在落得这个地步，也是活该。听见没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自己做人不地道，别总怪别人。你们这群天杀的，你们毁了我儿子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都是一家子，有点矛盾很正常，不知道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亲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亲家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说一声就行，哪用您跑这一趟？爸妈，你们一路辛苦了，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呢。咱们赶紧进屋，我给你们焯补好茶。浩坤的婚事不是黄了吗？哪来的亲家？哼，当然是周倩的公公婆婆了。听说还是城里当官的，家里条件好得很，光是彩礼就给了28万8呢。这么多，那王美兰当初还好意思只给人家宋家8800，真不要脸。不用进屋，就在这儿说吧。我今天来是想再商量商量倩倩和我儿子婚礼的事。好，亲家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们倩倩嫁过去，肯定好好伺候您二老，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，绝对不让你们操半点心。你们就是倩倩的公婆吧？我劝你们还是再好好想想，跟这大家子吸血鬼结亲，往后可有你们受的罪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亲家公、亲家母，我是周倩的二婶儿，咱们也算同族亲戚。我今天说这些不是故意拆台，是怕你们家被蒙在鼓里，往后娶了亲才发现踩进大坑里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快给我闭嘴！我们家的事儿轮不到你多嘴，我偏要说你们家干的那些事儿，敢做就别怕人说。就他家周浩坤前几天刚因为醉驾被抓进看守所，不仅被拘留了，连好不容易考上的铁饭碗都丢了，以后一辈子都不能再考体制内。什么？亲家母，你别听他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他儿子设局陷害我家浩坤，我们浩坤是无辜的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要不是你家浩坤存着侥幸心理，他怎么会被抓？说到底，这都是他自作自受。妈，你别听他乱说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周浩坤这3年没上过1天班，房租、生活费全是宋之宇一个人承担，前后花了几10万。他住着女方的房，开着女方的车，全家都把人家当冤大头吸。就这，他们母子还不知足，婚礼当天不仅把说好的8万8彩礼砍到8800，还偷偷把人家提前订好的宴会厅挪给周倩用，把新娘气得当场退婚。这事儿整个村子谁不知道？倩倩妈，你不是说那场地是你专门提前半年订好的吗？怎么又成了抢别人的？亲家母，您听我说，这都是误会。那酒店确实是知意提前订的，可她马上就要嫁进我们周家了，到时候她就是我儿媳妇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谁用不都一样吗？她当大嫂的，让小姑子先用场地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谁知道她那么小气，为了这点小事就闹退婚，这种女人根本配不上我们浩坤。亲家母，家族群里有的是婚礼当天的视频，你们自己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撒谎？你干什么？把手机给我！妈，您别听他胡说，我哥是被人陷害的，我们家真不是那种人。我跟强子感情那么好，您不能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就否定我啊！倩倩妈，那彩礼的事儿你怎么说？这事儿我们家更冤枉啊！当初我们说好的就是8800，是宋之宇那个不要脸的，非要在婚礼当天临时加价到8万8，我们不答应，他就闹退婚，这怎么能怪到我们头上呢？王美兰，你可真是颠倒黑白的一把好手，怪不得人家宋家铁了心要跟你们退婚，否则早晚被你们冤死。爸妈，我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，我嫁过去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二老。这声妈我可担不起。亲家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美兰啊，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，原本咱们两家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，我们是觉得浩坤这小子有前途，才愿意给你们家一个结亲的机会。可现在他出了这档子事儿，以后让我们家的脸往哪儿搁？亲家母，你听我说，浩坤的事儿就是个意外，跟我们倩倩没关系啊。倩倩嫁到你们家，绝对乖巧懂事儿，洗衣做饭、端茶倒水，样样都听你们的，包你满意。
你儿子都进看守所了，要是真娶了你们周家的女儿，我家强子以后在单位还怎么抬得起头？将来他单位审查升迁全都要受影响。妈，我哥是我哥，我是我呀，不能因为他犯的错就否定我呀，我是真心爱强子的。我刚刚都说了，这声妈我可担不起，我没有你这么大的闺女。亲家母，行了，别说了。我们刘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但也讲究门当户对，清清白白。你们周家现在出了这种事儿，名声都臭了，这婚事就算了吧。叔叔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和强子的婚事早就定下了，请柬都发出去了，哪能说不算就不算啊？意思就是我们家要退婚，当初给你们的28万8彩礼必须1分不少的退回来。你们这种名声败坏的亲家，我们赵家要不起。退婚？你们想得美！当初是你们舔着脸求着我们把倩倩嫁过去的，说倩倩漂亮又能干，懂事又孝顺。现在一出事儿就要退婚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你们这是耍我们玩呢！不是我不讲情面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家在城里也是有头有脸的。我儿子娶你本就已经是委屈了，现在你们周家又出了这种事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，只能退婚了。强子呢？我要见强子，他那么爱我，肯定不会跟我退婚的。你们不能替他做决定。你们赵家不要欺人太甚，当初是你们求着我们把倩倩嫁给你们的，现在一出事儿就要退婚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你们这是骗婚，是欺负我们老实人！我要去你们单位举报你们。你尽管去，我倒要看看有谁会信你。况且此一时彼一时，你们周家现在就是个无底洞，谁沾上谁倒霉。我儿子还年轻，工作体面，家境还好，有的是好姑娘排队等着嫁，不差你女儿一个。婚庆请柬都发出去了，现在说退就退，让我们倩倩以后怎么做人？我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除非你们再赔我们一笔精神损失费，否则这事儿没完。你还真是打着一手好算盘。我告诉你，想要钱不可能。要是早知道你们家这么贪得无厌，品行不端，我们当初就不该答应这门亲事。你们还好意思问我们要精神损失费？你们先把28万8的彩礼还回来，否则就法庭上见。妈，我求求您了，别退婚好不好？我和强子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啊！松手！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？没教养的东西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当初算计宋之义的时候那么嚣张，现在轮到自己被退婚，真是报应。就是啊，一家子贪得无厌，把好好的亲事做没了，现在哭天抢地有什么用？你们不能跟我退婚，我已经怀了强子的孩子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亲家母，倩倩都怀了你们赵家的骨肉了，这可是你们赵家的长孙啊！这婚可不能退啊！退了你们赵家的孙子怎么办？难道要让他当私生子吗？你之前怎么不说？偏偏要退婚了才说出来，谁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们看，这是我的产检单，我也是刚查出来没几天，本来想婚礼上给你们一个惊喜的，谁知道就发生这种事了。她还真怀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家人鬼话连篇，说不定这产检单是造假的，不能信。千真万确，这孩子铁定是你们赵家的。现在生米煮成熟饭，你们必须对倩倩负责到底，这婚不能退。哟，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是周倩在外面鬼混怀上的，想找个冤大头替她接盘呢。你个老钱婆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女儿清清白白，这孩子当然是赵家的。我可没胡说。前几天晚上我亲眼瞧见周倩跟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出去喝酒，直到半夜才醉醺醺的回来，一路上跟那些人搂搂抱抱，亲热的很呐。王美兰，你们母女俩可真行啊，竟敢用这种事来骗我！二婶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那天晚上根本不是去鬼混，是跟朋友谈生意去了。你这个老馋婆，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好，就是嫉妒我们家倩倩能嫁进城里，所以故意在这里造谣污蔑。我嫉妒你们，我看是你们自己做贼心虚吧。你们周家出尔反尔、坑蒙拐骗的事还干得少吗？有什么事是你们做不出来的？他二婶说的没错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王美兰这种尖酸刻薄、谎话连篇的人，她女儿能是什么好货色？说的就是这个理，这可是他亲二婶，要不是实在看不过眼，哪会这么说？毕竟一家人最清楚彼此是什么德行。你们这群吃饱了撑的长舌妇，少在这跟着瞎起哄！我们家的事儿轮得到你们说三道四吗？哼！
大家听听，他自己理亏就开始乱咬人。我看你们就是被戳穿了真面目，急得跳墙了。今天我非好好教训你这个搬弄是非的东西不可，看你还敢不敢再胡说八道，怕你不成？你个黑心肝的老东西，毁了我儿子还不够，还要毁我女儿的婚事儿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这是替天行道，让大家都看看你们周家的真面目，省得再有人被你们坑骗。周倩，都给我住手！这门婚事我们赵家退定了。亲家公，你不能这么狠下心，他肚子里可是你们赵家的骨肉啊！你们周家算计成型，谎话连篇，人品烂到了根里。我们赵家就算断后，也绝不会和你们家结亲。1周之内把28万8的彩礼1分不少退回来，不然我们直接法院见。爸，我求求您了，千万别退婚，这孩子真的是强子的，您不能这么狠心，眼睁睁看着孩子一出生就被人戳脊梁骨啊！别叫我爸，这孩子就算真是我们赵家的种，就凭你和你妈这心性，以后生下来指不定会给我们家惹什么祸端，还是趁早打掉的好。姓赵的，你们不得好死，把婚姻当儿戏。我们倩倩都怀了你们赵家的种，你们说甩就甩，哪有你们这样的人？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当初你笑话我儿子的时候，没想到自己也有今天吧？妈，别说了，他们家现在被逼到这份上，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儿来？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完了，全完了。眼看着赵家铁了心要退婚，你就只会坐在这儿哭，倒是想点办法啊！干等着能顶什么用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们家那天把话说的那么绝，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不认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你去找强子，好好跟他软语说说，毕竟你们好过一场，他说不定看在往日情分上，能松口帮你一把呢。我早就去找过他了，可他把我微信电话全拉黑了。我托人给他带话，人家他理都不理。没用的东西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！我养你这么大，你连个男人都看不住，现在婚事黄了，还把肚子搞大了，以后还有谁家敢要你？你哥和你真是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这能怪我吗？要不是哥醉驾丢了工作，赵家怎么会这么绝情，非要跟我退婚？浩坤，我的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妈就知道你在里头肯定吃不好睡不香。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圈，脸色这么差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妈，我没事。刚才进门的时候就听见你们在屋里吵得厉害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还能怎么了？家里天都要塌了。你妹妹的婚事被赵家退了，人家还逼着我们把28万8的彩礼1分不少退回去，不然就直接法庭见。你妹妹现在还怀着孩子，进退两难，天天以泪洗面。什么孩子？你怀孕了？是上个月刚查出来的。我本来想在婚礼上给强子一个惊喜。惊喜？你确定这是惊喜不是惊吓？赵家现在巴不得和咱们家撇清关系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在他们眼根本不是筹码，而是累赘。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这还不都是因为你？要不是你醉驾被抓丢了编制，我们家也不会名声尽毁。赵家怎么会这么绝情退婚？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当初要不是仗着我这份铁饭碗，你能攀上赵家这门亲事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你和妈在婚礼上那么为难之意，克扣彩礼，抢她宴会厅，这会儿我早就端上铁饭碗，和之意安安稳稳过日子了。周浩坤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当初那么做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？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。从小到大，你什么都要管，什么都要插一手。我考什么专业你管，我找什么工作你管，我连娶个媳妇儿你都要管。要不是你处处算计，处处占便宜，指定会跟我退婚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？你把我的婚事早黄了是为了我好？你让我在全村人面前丢尽了脸是为了我好？我那是想给你省钱，想让你以后手里有钱，日子过得松快。我没想到他脾气那么硬，说不结就不结呀。哥，你也别光怪妈，当初花宋之义钱的时候你怎么不拒绝？住着他的房，开着他的车，花着他的钱，你笑得比谁都开心。现在却把所有错都推到妈身上，你倒是撇得干净。要不是家里拿不出钱，我至于去跟宋之义开口要吗？我本来马上就要熬出头了，现在倒好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们害的，是你们毁了我。请问是周浩坤家吗？有周浩坤的法院专递，请签收一下。返还原告宋之仪各项款项共计54万7千元整。哥，宋之仪他居然真的把你告了！54万7！宋
宋之义这是要把咱们家往死里逼呀！他这是要逼得咱们家破人亡才肯罢休。你说你当初为什么要花宋之义那么多钱？现在倒好，人家把你告上法庭了，咱们家拿什么赔给他？妈，你的衣服首饰，还有周倩背的名牌包，用的高档化妆品，哪一样不是宋之义掏钱买的？你们花他钱的时候怎么不说不该花？现在出了事儿就全来指责我一个人。我要他就给啊，还不是他自己蠢，他自己心甘情愿贴上来，我们凭什么不要？他家里那么有钱，花点钱怎么了？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他要是不肯给，你就拐弯抹角的撺掇我去跟他开口；他要是不答应，你就说他不孝顺，说他看不起咱们农村人。他怕我夹在中间难做人，只能一次次满足你那些无理的要求。哥，你们别吵了，现在不是追究谁对谁错的时候。这50多万，咱们家就算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算了，本来就是咱们家欠他的，你先把你的彩礼钱拿出来还他。赵家那边我去说，让他们再宽限几天。对呀，咱们先顾着要紧的来，要是还不上钱，你哥再被抓进去可怎么办？你先把彩礼钱拿出来应应急，等过2天我们凑到钱了，再把这钱还给赵家。彩礼，那些彩礼钱没了。什么叫没了？那么一大笔钱怎么会没了？我拿去投资了。投资？你一个连班都没上过的人，懂什么投资？跟谁投的？投给什么人了？我是通过一个网上认识的人投的，他说他是做金融的，保证1个月翻3倍。我就把那28万都转给他了。说你蠢你还不认？什么投资能1个月翻3倍？你自己就不会动脑子想想，天上能掉馅饼吗？就算赚不到3倍，把本金拿回来也行啊。转完钱第2天，他就把我拉黑了。我去派出所报案，警察说那是电信诈骗，钱早就被转走了，追不回来了。你这个蠢到家的东西！我也是想多赚点钱，以后到婆家腰杆子能硬气一点，谁能想到会被骗啊？你还敢顶嘴？现在彩礼钱全被你败光了，我看你怎么跟赵家那边交代。到时候赵家要是也起诉你，咱们全家就等着去蹲局子吧。天杀的啊！我们周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那28万可是咱家用来还账的救命钱啊！你这个败家子！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快说。哥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现在能救咱们家的只有宋之义。当初你们在一起3年，他对你有多好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只要你肯放下面子，说几句软话哄哄他，他肯定会心软原谅你的。对，倩倩说的太对了。宋之义那傻丫头以前对你死心塌地的，只要你肯低头服个软，他肯定会回心转意。只要你能把宋之义哄得回心转意，那54万7的欠款他肯定不会再追究。不仅如此，他当初陪嫁的房子车子也全都是咱们家的了。对啊哥，到时候咱们直接拿他的钱退给赵家，两边的麻烦一次性解决。咱们家不仅不用赔钱，还能白得一大笔财产。你现在就去，赶紧换身干净衣服，马上去找他道歉，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不去。当初你们在婚礼上把宋之义羞辱成那个模样，他怎么可能会原谅我？哥，你不懂，女人最容易心软了。只要你跟他叙叙旧情，再诚心认个错，他肯定会帮咱们的。这么丢人的事儿要去你们去，我不去。我这后半辈子全指望你们姐弟俩了，要是你们都被抓走，我可怎么活呀？你不去求宋之义，是要逼死我这个老太婆吗？好，我去。之义，你出来见我一面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周浩坤，咱们2家都已经退婚了，你们还来这儿做什么？爸，您听我说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是我鬼迷了心窍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之义，不让他受半点委屈。婚礼当天你纵容你妈那样羞辱我女儿，现在却跑过来演苦情戏求原谅，我告诉你，晚了。哎呦，亲家公，看您这话说的，那天是我做的不对，这不是特意来给你们道歉的吗？谁是你亲家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之义啊，我的好儿媳妇，之前都是阿姨糊涂，是阿姨不对，我给你道歉。只要你能跟浩君和好，你骂我几句都行。算算日子，判决书应该已经送到你们手里了吧？我看你们哪是知道错了，分明是知道自己要死了，这才急着来找我认错。不是的，之宇，不是这样的。那几天我在看守所里想了很多，终于明白以前的我有多混，有多对不起你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当初你妈和你姐在婚礼上羞辱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反思？这些年你纵容你妈一次次向我要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反思？现在大难临头却知道反思了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之意，我知道你心里憋着气，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忍心就这么丢下吗？你少在我面前提过去，我听着就恶心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想和好，下辈子。我知道作为男人本该有担当，当初你和我妈起争执时，我不该当缩头乌龟，更不该帮着他们欺负你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周浩坤，
你能说出这种话，看来看后所那几天是真没白蹲，总算让你认清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但是和好，绝对不可能。弟妹，当初的事是我和我妈不对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我们给你赔罪。可浩坤对你是一片真心啊，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对呀，知意，浩坤这些年处处顺着你，什么都听你的，他是真的爱你呀。曾几何时，我也以为他是爱我才处处顺着我，可直到看到你，我才明白，他根本就是个没主见的妈宝男，早就习惯了让别人替他拿主意。就是这种没骨气的软东西，根本配不上我们家知意。你们赶紧给我走，别在这碍眼。爸，我知道以前是我混蛋，是我辜负了知意，可我是真心想改。只要知意肯原谅我，我以后一定用一辈子来弥补他。原谅你，然后呢？那当然是你们俩赶紧去民政局领证结婚啊！以前的不愉快，咱们全都翻篇，从此以后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。结婚？对呀。知意，你放心，等你跟浩坤结完婚，我再也不掺和你们两口子的事儿，家里的事儿全由你做主，我保证不多说一句，不多管一件。是啊，弟妹，以后我们绝对不打扰你们的生活，你就安安心心当你的女主人，谁也不会给你气受。哦，这么体贴，别绕弯子了，直接说吧，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谈不上什么要求，都是当初说好的事儿。你的那个陪嫁必须按照当初说的来，房子和车一个都不能少。就是啊，弟妹，那房子和车子本就是说好的陪嫁。结了婚，自然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，这要求也不是很过分吧？周浩坤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你们想得美！我女儿的房和车本来就跟你们周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居然还好意思开口要，简直是贪得无厌！亲家公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知玉既然嫁进我们周家，那就是一家人了，她的东西自然也就是浩坤的。合着你们不是来认错道歉的，是上我这里来打秋风来了？看我好欺负是不是？知言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。周浩坤，咱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最大的错在我，是我识人不清，作茧自缚，一步步把你和你家人惯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所以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周家任何一个人，你们的存在只会一遍遍地提醒我当初有多愚蠢。知意，知意，宋知意，你够了啊！我们一家人都放低姿态来求你跟你赔罪，你也该见好就收，差不多得了。我女儿已经把话讲得很明白了，她不想见你们，你们听不懂人话吗？还不赶紧滚！爸，求求你再帮我跟知玉求求情，我是真心诚意来道歉的。滚！赶紧给我滚！从今往后，不许你们再踏进我宋家大门半步，见你们一次我打一次。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！我们一家人好言好语的求他们，他们倒好，非但不领情，还直接动手把我们打出来，真是半点教养都没有。就是啊，哥。宋家也太不识抬举了，不过就是之前那些屁大点小事儿，他们至于这么小题大做、咄咄逼人吗？好了，都别说了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还不是怪你们非要在知意面前提那些陪嫁的事儿。你们满意了，我和他是彻底不可能和好了。怕什么？宋知意就是一时气不过，他以前那么爱你，只要你再去求求他，软磨硬泡，他肯定会心软撤诉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去他律所门口闹，看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知意平时最是说一不二，我现在就算跪死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原谅我了。那50多万怎么办啊？我们家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，赵家还在催着退彩礼，要是两边都起诉我们全家都得去坐牢。还能怎么办？先打电话借钱，能借多少借多少。哥，借不到的。当初你进去的时候，妈就已经把周边的亲戚、村里的熟人全都找了一遍，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咱们。是啊，浩坤，那些人现在都躲着咱们走，别说借钱了，连门都不让咱们进。他们都说咱们家是无底洞，谁沾谁倒霉。先回家吧，回家再想办法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快就被查封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，我们连家都没了。哥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宋知意申请了强制执行，咱们欠他54万7，拿不出钱，法院就只能查封咱家的财产。天杀的啊！房子都被封了，我们晚上睡哪儿啊？宋知意那个毒妇，她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！妈，你冷静点，咱们还是想想晚上住哪儿吧。哎呦喂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怎么作家门口哭起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看我们家的笑话吗？美兰姐，你这话可就冤枉我了。我听说你们家出了点事儿，特意过来看看，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。天哪，这房子怎么被法院给封了？美兰姐，你以前不是总吹嘘自己儿子多有出息吗？怎么现在连房子都保不住了？妈，这您就不懂了。坤哥那可是有大志向的人，只不过这志向没用在正道上，全用在怎么花女人的钱上了。
现在好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周易，你少在这里落井下石！要不是你设局害我，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坤哥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自己醉驾被抓，怪得了谁？路是你自己选的。就是啊，浩坤，你看我们家周易虽然没端上铁饭碗，但好歹踏踏实实上班，现在小日子也过得很好。你呀，还是太浮躁。你们母子俩给我滚，少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婶子，您消消气，气坏了身子可不好。您家还欠着赵家那么多钱呢，万一真气出个好歹来，还得花钱去医院，那多不划算啊！周易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？坤哥，当初你考上编制的时候，你妈是怎么羞辱我们家的？她说我一辈子只能当个小文官，说给你提鞋都不配。现在风水轮流转，怪得了谁？妈，咱们走吧。这种穷亲戚要是缠上咱们家，可没好日子过。说的是啊，咱们还得回家做饭呢，可比不得某些人连家都没了。妈，别追了，追上去又能怎样？老天爷呀，我们周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浩坤，咱们不能就这么认了，我这就去求那些领导，让他们再宽限咱们几天。妈，没用的，封条都贴了，谁说话都不好使。哥，要不我们再去找宋之面求求情，让他再宽限一段时间。找他？你忘了他说的那些话？他说让我下辈子再来找他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房子没了，钱还不上，赵家那边还催着退彩礼，我们真的要睡大街了吗？先收拾东西吧，把能带的都带上。今晚去村头那个废弃仓库凑合一宿，明天我想办法。那里又脏又破，还有老鼠，我怀着孕呢，怎么能住那种地方？那你说住哪儿？有地方落脚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。哥，我好冷。哎，盖着吧，别冻坏了，你还怀着孕呢。浩坤，妈对不住你，要不是我当初非要克扣彩礼，非要抢她的宴会厅，事情也不会闹成这样。哎，妈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认命，我得想办法赚钱，把我的生活拉回正轨。浩坤，走慢点，妈跟不上了。妈，咱们得赶早班车，晚了就赶不上进城的公交车了。哥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能不能歇一会儿？就歇5分钟，不能再多了。知意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在你眼里居然不值一提，就因为我犯了一点小错，你就要把我赶尽杀绝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啊！浩坤，咱们到了城里住哪儿啊？我联系了一个同学，他说可以帮咱们租一间便宜的地下室，1个月500块。500块？咱们这边1年的房租也才几百块啊！妈，城里和农村能一样吗？这已经是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了。我们手里总共也就2000多块钱，省着点花，能撑1个月。那1个月之后呢？所以咱们必须在这1个月里找到工作，早点把债还完。我这地下室虽然条件一般，但胜在便宜，1个月500，押1付1，水电费另算。住不住？不住我可租给别人了。住，我们住。给，这是钥匙。我可提前说好了，不许在屋里做饭，不许大声喧哗，被邻居投诉立马滚蛋。大哥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守规矩。你们这种从农村来城里讨生活的，我见多了。刚开始都嘴硬，说一定要混出个名堂，结果呢，大部分撑不过3个月就灰溜溜的回去了。哥，我们就住这种地方吗？连阳光都照不进来。先凑合凑合吧，等找到工作了再想办法换个好点的房子。先把行李放下，咱们出去看看有没有招工的地方。周浩坤，你本科学历，毕业已经3年了，这期间为什么一直没有工作？家里出了点状况，一直没来得及上班。我们公司对员工的诚信记录有严格要求，需要核查一下您的征信情况。周先生，您的征信报告显示，您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，并且还有一笔50多万的法院判决未履行。那是误会，我正在想办法还钱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不能录用失信人员，请您回去吧。主管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不好意思，你确实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招聘条件。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，我只能找人把你请出去了。别，我走，我走。你就是来应聘小工的？是，我叫周浩坤，之前是……你以前干什么的我不关心，我这里只管干活，1天120，
干满1个月合工资，中途走人1分钱没有。能吃苦就来，不能吃苦就滚蛋。我干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换上这个，现在就上工。那边那堆砖头，今天之内全部搬到3楼。这么多，这算什么？以后的活更多。怕的话，现在就给我走人，别耽误我时间。别，我现在就去，别赶我走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看你这样子，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？没事儿，以前光顾着读书了，没干过体力活，刚来这儿还不太适应。读书的，那你怎么跑来干苦力活了？欠了债，上了失信名单，正经公司都不要我，只能来这儿了。兄弟，习惯就好了。咱们这种下等人，没有别的出路，只能靠卖力气换口饭吃。下等人？我以前可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大学生，拿着铁饭碗的人，怎么现在就成了下等人了？我周浩坤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。那是宋之义。之义，你这次办的那个案子可真漂亮，听说对方律师被你怼得哑口无言。还好啦，那种小案子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你现在可是律所的红人了，听说又要升职加薪啦。差不多吧，老板说我今年表现突出，年终奖至少翻1倍。宋之燕，你凭什么能过得这么好？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，自己却在这里逍遥快活。之义，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有人在看我。我胆子小，你别吓我。胆小鬼。宋之义，你等着，你让我不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之义，都快11点了，整个律所就剩我们俩了，还不收拾东西回家？马上就好，这个案子明天开庭，材料再核对一遍，心里踏实。你呀，就是太较真了。这案子既不算大，代理费也没多少，你却天天熬到这么晚，值得吗？我是律师，无论案子大小，都该对当事人负责。行行行，受教了，我的宋大律师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你那个前夫哥现在可惨了，老家的房子被法院查封，一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了，村里人对他们指指点点，现在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。那都是他自己造的孽，怨不得别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，可你偏被周浩林的花言巧语迷得晕头撞向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幸亏你醒悟得早，不然真等结了婚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是我之前太糊涂了，以后不会再犯傻了。所以周家的事儿差不多结束了，但你千万别掉以轻心。怎么说？老话讲，狗急了跳墙，兔子急了咬人。周浩坤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彻底被逼到绝路。万一他心里不平衡，做出来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报复你怎么办？你呀，恐怖片看多了吧？周浩坤再怎么说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，怎么可能做这种蠢事儿，毁了自己一辈子呢？大学生怎么了？越是这种没受过社会毒打的学生仔，越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走极端。你可别不当回事儿。好啦，别担心我，我心里有数。赶紧走吧，明天还有事儿要忙。怎么总感觉有人在看我？之义，你干嘛呢？一惊一乍的。爸，你没事跟着我身后干什么？怪吓人的。我看时间不早了，特意到楼下接你。刚才叫了你好几声都没听见，又看你走得那么急，怕你有什么事儿，就赶紧跟过来看看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，心里有点不踏实。刚刚突然被拦住，一下子被吓到。有人盯着你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有没有看清长相？没事的爸，应该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，神经有点敏感，加上车库里光线暗，自己吓自己罢了。哪会有人这么闲来盯着我？这可大意不得。你一个女孩子天天这么晚下班，
独自走夜路本就不安全，这事儿必须上心。好了爸，别这么紧张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能照顾好自己。不管是不是我多心，以后下班都让我或者你大舅来接你，不许一个人走夜路，也不许这么晚回家，听到没有？知道啦，我都听您的。宋之意，凭什么你生来就有这样优渥的家境，有这么疼你的家人？我拼尽全力这么多年，却只能做最苦最累的活，还得被所有人看不起。爸，等急了吗？我刚下班，这会儿就准备下去了。之意啊，爸这边临时有个饭局走不开，已经给你大舅打了电话，让他去公司接你，你在公司等他一会儿。爸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用麻烦大舅来接我了。再说这都过去1个月了，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那天就是我工作压力大，太紧张，自己吓自己而已。那也不行，女孩子晚上独自回家多危险。再说，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，爸可怎么活呀？真的没事儿，您就放100个心吧。而且我手机里开了定位，就算真有什么事儿，你也能找到我，不会让您担心的。爸，你就别担心了，电梯已经到了，我到家就给你发消息。这孩子。周浩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！救命！这是哪里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周浩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！救命！周浩坤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你居然真的敢绑架我！救命！有人吗？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别白费力气喊了，这地方荒无人烟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周浩坤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宋之意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？你到底想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原来你也会有害怕的时候，我以为像你这种事业女强人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会保持冷静。周浩坤，绑架是重罪，你现在收手放了我还来得及，我可以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当没发生过？哈哈，宋之意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会这么轻易相信你的鬼话？况且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就凭你轻飘飘一句话就想让我收手，你也太天真了。就是因为你，我丢了工作，毁了前途，还成了全村人的笑柄。我本该端着铁饭碗，过着体面安稳的日子，可这一切都被你毁了。毁了你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醉驾被抓，是你自己抄袭作弊，是你自己忘恩负义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少跟我讲这些！要不是你咄咄逼人，非要告我，非要我还那50多万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周浩禅，你还真是一点没变，事到如今仍在推卸责任，从来不想想自己错在哪里。这都2点了，之意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电话还是打不通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叔叔，你这么着急打电话叫我过来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小小，你知道我们家之意去哪儿了吗？他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们都快担心死了。之意没回家吗？他今天可是到点就下班走了呀。老话讲，狗急了跳墙，兔子急了咬人。周浩坤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彻底被逼到绝路。万一他心里不平衡，做出来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报复你怎么办？你呀，恐怖片看多了吧？周浩坤再怎么说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，怎么可能做这种蠢事儿，毁了自己一辈子呢？大学生怎么了？越是这种没受过社会毒打的学生仔，越容易因为一点小事走极端。你可别不当回事儿。不会真让我这个乌鸦嘴给说中了吧？周浩坤，要是之意少了一根汗毛，我跟他拼命！姐夫，先别冲动，咱们现在没有证据，万一是别人干的呢？得先弄清楚情况。叔叔阿姨，咱们先冷静。之意的手机有定位，我们顺着定位去找，一定能找到他的。走。浩坤，浩坤！妈，大半夜的你喊什么呢？哥去哪儿了？完了，你哥他去找宋之意报仇了。
妈，哥不会真要做傻事吧？他要是真这么干，自己不也完了吗？我的儿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妈，别哭了，咱们得赶紧去找哥，拦着他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我有什么错？我拼了命的打拼这么多年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不过是想混出个人样，让我妈和我妹过上好日子。眼看就要熬出头了，就因为你，我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。周浩宽，要不是你纵容你妈和你姐在婚礼上羞辱我，我又怎么会跟你退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就不能忍一忍？不就是受一点委屈吗？你忍一忍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凭什么要我忍？我宋之爱活了这么多年，唯独在你周浩坤身上栽过跟头。我掏心掏肺的对你的家人，到最后换来的却是算计和欺辱。你凭什么还要求我忍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能说几句好话哄哄我，跟我认个错，说你后悔了，说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，说不定我一开心就放了你呢。你这种人，得不到的东西就要毁掉，我求你又有什么用？就算我真的跪下来求你，你会放了我吗？之夜，我是真的爱你啊！这3年，我不是没有真心对你，我只是被我妈逼得没办法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好啊。你骗人！你明明说过要想和好，除非下辈子。那我们就下辈子再相遇吧。下辈子，我一定好好对你。住手！住手！爸，你们别过来，他有刀。浩坤，你把刀放下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千万别伤害知怡。都别过来！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跟他同归于尽！不要！浩坤，哥，快就是现在！知怡，你没事吧？爸。宋之燕，如果当初我好好珍惜你，现在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？周浩坤，人生没有如果。